我被裴云郎领养回裴家，拼尽全力抓住他给我的一丝温暖。我爱他，把我自己交给他。可有一天，在他的安排下，我被绑架了。我这才知道，我不过是他养的一个替身罢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第一次知道江若若这个名字，是我从绑匪那得知的。那天我正在画画时，接到了裴云郎的电话。诺诺，今天医生不方便来，我已经安排好了车子，你来医院检查吧。我没有仔细询问，只是信任地应了声好。裴云郎是我唯一对我好的人，不论他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面对我的信任，他好像纠结着，还想说什么，但沉默半晌，仍是挂掉了电话。当时我并没有多想，乖顺地听从他的安排去了医院。那天的医生不是我熟悉的，司机我也不认识。可我并不担心，因为裴云郎说他都已经安排好了。回去的路上，我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感受车窗外惬意的微风时，属于我的劫难的出现。车子被人劫持了，我被绑匪带到了一个废弃工厂中。在我双手双脚紧紧被绑住，嘴也被封条全部堵住时，我的心里仍然坚信裴云郎会来救我的。你就是江若若？裴云郎放在心尖尖上的未婚妻。几个绑匪带着狰狞的表情走近我，即使我努力地往后移动，仍然逃不过一只肮脏的大手挑起我的下巴。江若若？谁是江若若？我是诺诺，不是若若。更何况我并不知道裴云郎有个什么未婚妻，可我既无法解释，也无法逃脱。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带着邪恶的目光上下扫射着我，眼里闪着邪恶的光。小姑娘别害怕，要怪就怪裴云郎非要把我们逼到绝路上，我们就只能拿你泄愤了。说着，他们撕碎了我的衣服。我疯狂地尖叫着，挣扎着，失控般地扭动着身体。可是我的反抗没有任何作用，反而被几个巴掌打得头昏欲裂。身下剧烈的疼痛贯穿了我，我最终无力抵抗，流下绝望的泪水。晃动中，我失神地注视着天花板上摇摇欲坠的吊灯，只见它越来越暗，越来越黑。不知过了多久，裴云郎终于来了。裴云郎来的时候，我眼前还剩一个绑匪。他根本不在乎我的身体已经残破。就在他酝酿着时，一个身影冲进来，一拳把他打翻在地上。我勉强睁开肿胀的双眼，看清来人。只见他猩红着双眼，杀人一般的将绑匪摁在地上狂揍，一拳一拳，直到那人彻底昏迷。我费力地咧开嘴笑了，鲜血从我嘴角缓缓流出。裴云郎，你终于来了。可是已经晚了，我已经彻底被弄脏了。裴云郎看着我全身颤抖，眼里的悲哀刺痛了我。他将我紧紧抱在怀里，箍住我的手臂过于用力，让我几乎无法呼吸。他一声一声喊着我的名字，诺诺诺诺，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仿佛在哀嚎，在悲鸣。可我的身体再也无法坚持了，缓缓闭上眼，任由他慌张地呼唤我。记忆回到我与裴云郎的初见，我是被裴云郎从孤儿院带回来的。经过一系列的抽血等身体检查，裴云郎最终在13个孩子里面选择了我。他那时不过14岁，小小的少年带着温暖的笑意牵着我的手。以后你就叫诺诺了。诺诺，跟我回家好吗？我一下就爱上了这个名字，兴奋地点点头，拉着裴云郎的手一晃一晃地走出孤儿院。我以为我将有家了，可事实上，我在裴家只是一个尴尬的存在。我不是小姐，
也不是下人。我被分配了一个小房间，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每天都有医生来为我做检查抽血，每个月更是固定会抽走我一大袋的血液。下人们看我的眼神都带着怜悯，却从来不会对我散发任何善意。只有裴云郎会偶尔来关心我，他会给我带好吃的棉花糖和饼干，也会教我识字读书。他是我在裴家唯一带给我温暖的人。但是随着时间，他越来越忙，也越来越少回家。他不在的日子里，我学会了画画，学会用鲜艳的色彩填补我的时间和内心世界。一直到18岁，我一直称呼裴云郎为哥哥。我以为他是我的哥哥，纯粹的哥哥。可18岁生日那晚，在我的房间里，他占有了我。他喝醉了酒，闯入我的房间。我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依恋让我无法接受他的吻，可裴云郎极有耐心，他一点一点，直到我不由自主。他动情地将我紧紧抱在怀里。若若，若若，我想告诉他，我不叫若若，我叫诺诺。若和诺那么像的两个字，叫得含糊，便听起来差不多。我并没有太在意，随着他的节奏，我也到达了顶点。事后，他总算清醒了一点。他看到怀里的我，眼神有一瞬间的惊慌失措，但他很快镇定下来，把我搂在怀里。诺诺，你别怕，我会一辈子照顾你的。我趴在他的心口，乖巧地点点头。我天真的想着，只要裴云郎需要我，我便会永远陪着他，用什么身份都没关系，因为他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光。裴云郎将我从绑匪手里救回后，我休养了很久。医生说我下体撕裂，且身体内器官有内伤，包括头也打出了脑震荡。可是身体上的疼痛又怎么比得上心灵上的伤害？一到晚上，我几乎完全无法闭眼。闭上眼睛看见的便都是最为恶心肮脏的画面，还有裴云郎的那句对不起。我是天真，不是愚蠢。裴云郎早就知道有人想要利用江若若报复他，所以才让我坐上江若若的车，假装成他，被绑匪错认。江若若是珍贵的钻石，而我则是碎在地上的玻璃渣子，不值一文。下人们偷偷的议论，说我一个孤女怎么能比得上江家千金尊贵？他们说江若若才裴云郎的掌上明珠。我躲在角落里，默不作声地听着，心里不由得对裴云郎和江若若生出一丝恨意。即使裴云郎解释说，那天的车上装了追踪器，是绑匪开了信号屏蔽器才跟丢了我的行踪，也抹不去那天我就是被他推出去为江若若挡灾的事实。我开始加速学习画画和设计，甚至用我的设计稿参加各种比赛，因为我不想再爱裴云郎了。一天夜里，我正迷迷糊糊即将入睡时，裴云郎冲进了我的房间。诺诺，快跟我走，若若要不行了。我一个机灵睁开了双眼，被裴云郎牵扯着去了医院。我们到的时候，江若若已经陷入了昏迷。医生说，江若若的肾脏开始衰竭，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救她，就是移植一个健康的肾脏给她。旁边一个身着名牌的妇人拉过我的手，就要让我去签捐献器官同意书。我用力地抽回我的手，一脸倔强地盯着裴云郎。他有些心虚，也有些愧疚，但更多的则是胜券在握。他把我带到一间小房间，朝我解释一切。所以你的意思是，你领养我只是因为我和江若若的各项指标最为配对？对，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你是个好姑娘。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看着若若在我眼前死去。裴云郎痛苦地捂着脸，好像是愧疚，又像是悲痛。我木着脸，
默不作声地坐在椅子上，心里一片悲凉。因为江母怀孕时操劳过度，加上生产时难产，江若若一出生便身体病弱，时不时的便需要住院治疗。裴家和江家是世交，裴云郎和江若若从小定下娃娃亲，青梅竹马一同长大。他见不得江若柔如此受苦，便从全国各地的孤儿院寻找和江若若身体指标最相配的孤儿。而他找到的那个人就是我，难怪我需要每天抽血检查，每个月则需要抽一大袋血液送去医院。原来我不仅是江若若的替身，还是她的储血罐子，她的移动器官供应库。诺诺，裴家毕竟养你到这么大，我从没要求你任何的回报，只要你答应给若若捐肾，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裴云郎的声音中带着哀求，却难免高高在上。他觉得就凭着养育之恩和金钱诱惑，我不可能说出拒绝的话。我沉默了良久，久到裴云郎都开始不耐烦了。任何条件你都能答应吗？对，任何条件。那我要求，在肾脏移植成功后，你放我离开。裴云郎顿时僵直了身体，似有不可置信。可是我目光坚定地直视他，没有一丝动摇。最终，裴云郎答应了我的条件。手术结束后1个月，我便离开了京市。我办理出院的那天，江若若的病房热热闹闹。我路过的时候，正好看到裴云郎在和她求婚。若若，你愿意嫁给我，让我一辈子守护你吗？裴云郎单膝跪地，手上的巨大钻石戒指在阳光下闪耀出光芒。江若若则惊讶欣喜地捂着嘴，眼里闪动着感动的泪水。我就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热热闹闹地庆祝裴云郎求婚成功，而我则从手术之后便一直被遗忘，没有人来探望我，没有亲朋好友，没有我帮助的人，更没有裴云郎。看了一会，我便提包走出了医院，将手机卡丢到机场的垃圾桶。我坐上了去往巴黎的飞机。我凭借我的设计作品获得了一位著名设计师的欣赏，他邀请我去巴黎和他学习。如今我已经自由，可以光明正大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了。我将再也不是任何人的替身。一晃7年过去了，再次见到裴云郎是在朗盛旗下的珠宝品牌朗诗的新品发布会上。我站在台上，自信大方地介绍本次新品展的重头戏——猫之恋戒指，而我的身前则挂着我的名字 Noe。 看着裴云郎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我微笑着点头示意，并没有迫不及待地上前同他打招呼。我知道他为什么震惊。上流圈中皆知，近2年爆火了一位名叫 Noe 的珠宝设计师，其设计精巧而又自由，自带一种灵气，其作品一经发布便轰动整个时尚圈。而又因他的每件作品都只限量1件，所以上流圈子的太太小姐们便争相抢着购买。早在3个月前，朗盛便在各个社交媒体上公告 Noe 将正式加入朗诗珠宝，并于今天公开亮相。而我就是那个 Noe。 猫之恋最终被裴云郎以5倍的高价竞得。在庆祝酒宴上，我一身黑色晚礼服，端着高脚杯朝裴云郎走去，浅浅碰了一杯，裴云目光中似是惊艳，又似怀念。诺诺，我没想到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再次遇见你，是吗？我倒是一直念着你呢。毕竟，要是没有你高抬贵手放我离开，我可没有现在的成就。说完，没有理会他突然苍白的脸色，我抿了一口酒，施施然地离去。我说的其实是实话。7年的时间里，我跟随师傅学习珠宝设计，
凭借天赋和勤奋才做到现在这个位置。现在我能有这番成就，可不就是得感谢他当年的高抬贵手吗？就在晚宴结束回去的路上，我又收到裴云郎的短信：对不起，当年我也是迫不得已，你可以原谅我吗？我心中的禁不住的冷笑。他和江若若早已结婚，婚礼全程直播，盛大程度在网络上被众人津津乐道。现在又好似愧疚似的再来向我示好忏悔，又有什么用呢？我不耐烦地将他的号码拉黑，动作大了点，惹得身边的男人侧目。他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发，又将我搂到怀里。怎么了？碰上什么烦心事了？我依恋地靠在他的怀里，吸了吸鼻子，努力化解自己心中的委屈和烦躁。随着我入职老师，我的工作开始渐渐忙碌，也慢慢把裴云郎抛到脑后。然而，裴云郎并没有放过我，或者说江若若并没有放过我。Nori 姐，你快看，网上有人爆料你抄袭，现在已经上热搜了。小助理慌慌张张地跑进我的办公室，把手上的平板电脑递给我看。一条名为"著名设计师抄袭新人毕业作品"的词条登上热搜榜。点进去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设计师哭着控诉我的猫之恋抄袭了他的大学毕业作品。他还有理有据地放出他的设计稿，时间接在我的设计展之前。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的偶像，却没想到你居然会抄袭，还是抄袭我这样的新人。请你立刻出来道歉，否则我不排除会使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视频的最后，他还哭诉着说要告我，要不是我确信我并没有抄袭，我自己都要相信他的话了。点开评论，全是一群水军引战，惹得设计圈各路设计师都纷纷下场指责我。一时之间，网络上热闹纷呈，随着时间过去，热度也越来越高。我揉了揉脑袋，刚准备让手下的人辟谣，便看到带着蓝 V 标志的江若若转发了那个女孩的视频。不会吧，这个戒指居然是抄袭的吗？亏我老公还花了高价买来送我做生日礼物，真是膈应人呢。配图是一张猫之恋戒指被扔在垃圾桶中的照片，显得他是多么的唾弃我。我简直是要气笑了。且不说我根本没有得罪过他，就凭我是他的救命恩人这一点，他便不该随大流抹黑我。我迅速把裴云郎的手机号从黑名单中放了出来，美元盼来并拨打过去。在我将事件完完整整地向他描述清楚后，裴云郎声音有些心虚，但还在为江若若辩解。那天若若看了我的手机，我俩的确因为我发你那条短信吵了一架，但是她那么善良的姑娘，不可能会诬陷你的，会不会是你真的抄袭，但是你忘记了？隔着电话，我恨不得冲过去给她一巴掌，也给我自己一巴掌。我居然会奢望裴云郎会站在我这一边，我居然忘记了我曾经因为信任他受到过多大的伤害。我不再犹豫，挂掉了电话，迅速安排手下的人帮我查清楚那个女孩和江若若的情况。我发了一条微博，清者自清，任由底下的评论一片谩骂，我静静地等待调查结果。整整3天过去了，就在热度到达顶峰的时候，一条视频的出现击碎对方的谎言。江若若一定想不到，我创作的时候是全程视频记录的，本意只是为了以后有机会剪辑成我的行为艺术集，现在却被迫拿出来自证清白。视频由朗诗品牌官博发布。视频里的我一身便服，坐在工作室的沙发上创作，面前是一只英短猫咪走来走去。放大看去，猫咪的眼睛一黄一绿，正好与我戒指上猫眼的颜色完全吻合。
更重要的是，我的创作时间是2年前，比那个女孩放出的设计稿的时间更早。官博一发布，配合着朗盛旗下所有品牌的转发，诽谤谣言瞬间不攻自破，一时之间舆论哗然，袁博的评论转发区被瞬间反噬。曾经所有骂过我的设计师和吃瓜群众都纷纷向我道歉。那个新人设计师立马删除了视频，试图当作无事发生。然而我并不打算放过他，我找到了律师为我撰写起诉书，以诽谤诬陷罪将他告上了法庭，并且我还提供了江若若与他见面时要求他诬陷我的视频和录音证据，同样起诉了江若若。一时之间，我的口碑更上一层楼，而江氏集团的股价却因为江若若的关系开始下跌。听说裴云朗和江若若因为此事狠狠地吵了一架，他打电话来向我道歉，但是被我拒接了。我满意地坐在办公室内喝着咖啡，听着电话里磁性温和的男声：“怎么样？3天时间就帮你调查清楚了，是不是比你手下那帮人快很多？而且这么多品牌都帮忙转发了，这你不得好好奖励我？”电话那端的人温柔中带着得意，好像等待夸奖摸头的豆豆。忘了说了，豆豆就是视频里的那只英短，也是我猫之恋戒指的灵感。是，你最厉害了，等我回家好好奖励你，100个亲亲，好吗？听着我宠溺的哄他，男人低低的暧昧的笑了。我只觉得耳朵都有些红了，赶紧挂断了电话。就在我以为事情圆满结束的时候，舆论朝着奇怪的方向发展了。有没有人觉得 Nori 视频里的英短和盛朗总裁顾玉网上发的那只长得有点像啊？楼上发现了滑点，而且你们不觉得 Nori 的手也和照片里的那双手有点像吗？手背都有同款的痣，根本就是一样的。我的天，该不会是潜规则吧？越来越多的人把我的视频和顾玉晒出的照片拿来对比，八卦之魂引诱出了更多的吃瓜群众。就在众说纷纭之时，顾玉更新了主页。顾玉，好吧，我承认，我就是卖身才把他签到朗诗的。郑重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朋友叶诗晴 Nori。而随着顾玉最新的微博 Nori 顾玉词条登上了头版头条，一改之前的嘲讽怒喷，我和顾玉的评论区就好像过年了一般，粉丝们纷纷送上祝福。朗盛旗下各个品牌官博更是来我微博下面打卡，称我为老板娘。而此时，顾玉正把我搂在怀里，狠狠地吃醋。我看现在裴云朗还敢不敢再联系你？顾玉咬住我的嘴唇，给了我一记深吻。我揉揉他的耳朵，回吻过去。一时之间，暧昧气氛蔓延，再也没人再去管还亮着的手机。我和顾玉是因为豆豆相识的，当时豆豆从顾玉家偷跑了出去，找不到回家的路，正好被放学回家路过的我发现了。我便沿路一家一家敲门询问，因为身体当时并不算十分健康，所以到顾玉家门口的时候，我正好体力不支晕倒了。顾玉把我送到了医院，从医生那里得知了我只有一个肾脏，对我的同情加上感激，让他照顾了我1个星期。我们就此相识、相知、相爱，并经历了不少风雨。我也以豆豆作为灵感，创作出了猫之恋戒指。顾玉了解我的过去，他心疼我曾经受到的伤害，便想要给我他所有的爱。他默默地支持着我的事业，将我签入朗诗。没有他，我可能无法成为现在的知名珠宝设计师 Nori。搞笑的是，裴云朗看到我和顾玉在一起的微博，居然非常不满。他找到了我家，并在门口把我拦下。诺诺，
你不要相信顾玉的鬼话，他是商界出了名的老狐狸，他只会骗你的感情。裴云郎看起来非常苦口婆心，就好像真的是为我好一样。不相信他相信你吗？我不由得冷笑着反问。你不会忘了，当初是谁把我哄骗领养回家，又是谁逼迫我捐了一个肾吧？我的话让裴云郎白了脸，他捂着心口后退一步，仿佛是我在伤害他一般。僵持了许久，他又开口辩解：诺诺，你不懂，裴家和江家是一定要联姻的，你给若若捐了肾，我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养你一辈子，但是我永远不可能娶你。就好像顾玉，他也只可能和你玩玩罢了。你这样一个孤女，就算他爱你，他的家里也不会接受你的，你没有办法给他带去任何的好处。裴云郎红着眼眶，试图把自己的爱说得那么伟大，而把顾玉的爱说得那么卑贱。依照他的话来说，他当初要求我捐肾给江若若，还是为我好了。我恨得手痒痒，正想要一个巴掌打上去，家里的门突然开了，从里面传出来一个威严的声音：谁说我们家诗晴是孤女的？裴云郎看着从门内走出的叶董事长，震惊地瞪大了双眼。叶氏集团是世界知名企业，如今正在筹划对江氏集团的收购案。也就是说，叶董事长是裴云郎绝对不能得罪的人。诗晴，到爸爸这来。面对裴云郎时严肃的叶董，面对我时却分外慈爱。他将我护到身后，让屋内的顾玉赶紧搂着我表忠心。而在转身面对裴云郎时，狠狠地替我挥了一个巴掌。裴云郎是吧？你曾经怎么对待我家事情的，我全都调查清楚了。原本想看在你毕竟曾经领养过他的份上，便不去和你计较了。如今看来，你简直是不知好歹。我告诉你，不要以为没人为诗情撑腰，我叶龙辉便是他最大的后盾。顾玉要想娶她，都得先过我这一关。你这种我都看不上眼的，还敢欺负她？躲在顾玉的怀里，我的眼眶有些湿润。从小到大，我从未体会过父爱。当年一出生，我便被父母抛弃了，去了裴家，更是从来没有机会见到裴父裴母。如今叶董将我当初亲生女儿一般守护疼爱，我只觉得我这辈子也算值了。看着裴云郎落荒而逃的背影，我走上前去挽住了叶董的臂膀。我倚靠在他的宽大的肩上，任由眼泪滚滚而下。叶董拍拍我的背，轻声哄我，就好像我是他的亲女儿。夜里，我趴在顾玉的怀里，认认真真地和他道谢。顾玉温柔地摸摸我的脸，问我谢他什么。谢谢你为我安排好了一切，谢谢你那么爱我。我抬头看着他，两人四目相对，然后渐渐凑近一吻。我的心里只觉得甜蜜又妥帖。叶家和顾家是世交，叶夫人因为身体不好，不方便怀孕，叶董和叶夫人便一直没有孩子。顾玉第一次带我去叶家时，叶夫人便拉着我的说要认我为干女儿。从那以后，他们便真的把我当成女儿，不仅地给我买各种奢侈品，还亲密地称呼我为囡囡。而我也跟着他们姓，将名字改成了叶诗晴。现在想来，是顾玉在后面安排好了一切。他担心我太过劳累，便总是在事业上帮助我。他担心我无法生育太过孤独，便将豆豆养在我身边。他心疼我没有得到过父爱母爱，便为我安排好了父母。遇到顾玉，我才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爱，不是单纯的领养可以比拟的。因为叶氏集团的打压，江氏集团的收购案失败了，江氏也随之破产。而裴氏集团因为和江氏集团合作太过深入，也迅速走上了下坡路。
听说裴家将一切的责任都怪到了江若若的头上。他们说他不仅没法替裴家传宗接代，还让江家拖垮裴家，是裴家的丧门星。甚至裴云郎还压着江若若来和我道歉，求我对他们网开一面。如今我坐着，他们站着，曾经的一切都好像反了过来。我冷眼看着他们鞠躬向我道歉，心中是不得不承认的痛快。当初他们有多看不起我，现在便得到多大的羞辱。江若若咬着嘴唇，犹豫着不肯开口，直到裴云郎冷着脸推了他一把，他才不情不愿地开口：“对不起，是我恩将仇报，不仅没有感谢你捐给我的肾，还试图污蔑你。求你放过江家和裴家吧。”我面无表情看着他们，只觉得好笑。你觉得道歉就没事了吗？道歉能还给我一个肾吗？更何况你是有错，但是更错的是你吧，裴云郎。是你强奸了我，也是你让我经历绑架和轮奸，更是你逼迫我捐的肾。如今你把所有的过错推到江若若头上，你不觉得你更无耻吗？裴云郎的脸越来越苍白，冷汗从额头滚滚而落。他除了对不起，再也说不出任何话，最后几乎哭着跪倒在地求我放过他们。我冷着脸离开了，任由他们追悔莫及。裴氏集团在朗盛和叶氏的打压下，最终还是破产了。裴云郎和江若若离婚了，而我和顾玉则决定结婚了。婚礼当天，我挽着叶董的手走过红毯，身后为我脱裙摆的是我和顾玉在孤儿院领养来的儿子女儿。他们是一对双胞胎，长得非常可爱。因为我的身体不足以支撑我生育，所以我们也不担心会厚此薄彼亏待了他们。我和顾玉在领养他们时便答应过，会好好照顾他们，像对亲生孩子一样，给他们我们所有的爱。而婚礼上我所有佩戴的首饰都来自于我新成立的品牌 Nori， 既不是诺诺，也不是叶诗情，而是 Nori， 这个属于我的真正的名字。我将用我所有的努力去打造它，成就它，因为它将是我未来真正属于我的底气。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